所以这也是我可能离开台湾最舍不得的一个事情。嗨，秀阿姨，北京妞。我是北京阿姨，我是北京的唐秀阿姨。她很快就要回北京了，那之前在这边也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7、8年了，其实蛮久了。但这次回去也有一些遗憾，有一些不舍。那在这段时间呢，正好呢，我也有幸来拜访阿姨，然后来观赏她的一些以前陶作坊的一些作品。因为她很喜欢茶艺，有很漂亮的茶器，也有很多对生活的一些讲究的一些小物件。我觉得今天都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来台湾主要也是因为茶对我的吸引，它起了很大的一个主观作用，超过了舒服，甚至超过。我在想，如果我到那儿去生活，那我天天跟好茶在一起。但是事实上，到了台湾之后，你仍然需要很强大的知识量去甄别。这个甄别过程应该也不容易吧？甄别过程需要你的就是知识，还有你每天吸茶。你喝酒了，你对茶它会认识你的身体也会告诉你有问题的茶，你的身体会有非常不舒服的反应，各种反应，从喉咙到胸口。好茶完全另一种东西，融会贯通，将你的身体。像客群比较多是什么年龄层的？就是年轻人现在对于茶器的喜爱程度是如何呢？客群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很少有20、30岁。像我公公他也是卖茶的嘛，从长辈的角度告诉我的就是说，其实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对于茶的热爱真的是比较欠缺。是这样，他们更喜欢咖啡。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年轻人更喜欢咖啡而不是茶呢？咖啡某种程度比较轻松，没有那么多坑，茶的坑比较多。陶器这个东西就是由于历史太悠久了，所以它就是需要掌握的东西比较繁复，包括茶艺、茶道、茶的知识、文化什么，不如咖啡简单又好喝，就在生活中比较能够直接的就实现。而且会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喝咖啡是一种年轻的感觉，一种时尚感。还有一个传播的问题，因为它传播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利益为主。比如说我卖一个东西多贵，谁做的，就是过度强调这些。而对于茶本身，好像宣传的很少，或者说宣传了也没有人感兴趣，因为稍微枯燥一点，它要需要很长时间去品。然后现在茶的这个坑太多了，还是比如说农药的问题，还有添加剂的问题，反正各种问题。那像现在您一般是喝什么茶呢？我现在比较喝老茶，或者是荒野的茶。荒野的白茶比较盛行，是因为荒野茶确实没有农药，制作工艺比较精良，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台湾的原材料少一点，但是他们会从大陆进口一些。就我突然想，年轻人也不是不喝茶，像是手摇饮各种都是加的那个红茶包啊。它因为那些东西也是健康元素嘛，所以它利用这种人们对健康的这种认识，加上那些东西，其实实际上没有意义。你说全是这个合成的东西，加了那几个树叶就能改变那个茶。所以真的喝茶还是喝纯粹的，就是一些茶，它才有意义。对，你想想，人70%是水，然后你喝下去都是有问题的茶，你为什么要喝呢？其实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容器，你让我看，我真的可以看很久。它的这种美，不是说你乍一看，这是个好看的东西，而是你真的可以研究看很久，然后觉得眼睛是赏心悦目。对，它就比如说这个东西，你看你放这儿，它就有光影。这个影它就是一种美，因为摄影人家就是追求明与暗的比例，明与暗的这个透视关系，虚实关系什么的。它这个茶器呢，也可以实现摄影当中的许多专业的那个概念。所以茶器呢，你看要有线条美，人们对这个茶器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对茶叶的要求。它的那个美学加进来之后，就变成我用好器来对待你，就变成比较高的礼仪了，它就演变成这些事情。
所以慢慢它就商业化之后，所谓的大师什么的就来了就是看如果我们简单的只是追求喝茶，这些东西也不一定那么较真儿。算大师吗？中青年新生力量，那我是喜欢买他们的作品，因为所有大师都在刚发迹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他那东西最纯粹。你不信？你看好多大师的东西，就是世界上那些油画大师什么，他们早年的啥都没有，那些草稿都是很珍贵。那时候他们的东西，因为他没有杂念，没有人，比较简单，出来的东西可能就像儿童画的画，你画不了。因为你没有他的心灵嘛，就是这个实际上也一样，但是这最后呢，你看这个流啊，这个嘴叫流，那这个流要有很多技术，它的角度怎样让这出汤，没有不会滴水。你看，比如说这个会不会滴水？你看我出汤的时候啊，收。一滴也没有滴下来，对不对？这就是人家作者的功力。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一个喝汤的碗也很重要，不会露出来。陶作坊它变成一个牌子，它所有的细节都含着很多的专业的东西。因为你看这个碗，你看多少曲线，特别美。你看它这个钮拿直特别方便，不是说一个小钮拿不起来那种。拿着非常不会掉，你觉得安全吧？你把这盖子拿下，你有的盖碗你拿起来，你可能会滑手，会不会滑？不会。按这手张开，你看你的这个，对，就是舒服不舒服？舒服跟不舒服，就是这一个器物。对你的态度，之前就是发现就是在大陆的时候拜访一些客户、一些公司的老总什么的，不管大大小小的公司，他们都很爱，就是说桌上都有一个茶器，一堆东西，就茶器，就他们都会喝茶。茶这些东西吧，就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支撑。比如说我和你啊，我们背靠背站着，中间有一个墙或者有一个支撑物。茶好像就起到这个作用，大家通过这个茶，在片刻间思考，在片刻间注视，茶就是一个缓冲区，是吧？它就是把人和人，把那个坎坷的路变得很平坦，然后把平淡的路变得很精彩，很七彩光那种。所以有时候茶这个东西就是。不让以茶结缘，没有说酒肉朋友间喝酒打牌可能就掰了，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在谈判的时候，其实这一个茶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让这个整个节奏变慢，有一个思考的缓冲。中国在进步，以前大家都是递你根烟那种，现在都变成茶，当然烟还是在的，然后现在变成茶了，然后我给你倒这杯水。这是让我对你的一种服务，这种服务还有躬身，是，对。大概我是03年非典的时候，我去深圳接那家酒店，结果那个因为非典嘛，没有生意嘛，那老板就跟我讲说员工怎么办，就每天就是2万营业额，都封城了深圳，那这时候就把那个员工就比较高端的就是职务高一点的那些经理，那叫到办公室，我那时候就有很多茶器、茶盘什么的，就给员工泡茶什么的。一般谈下来的都顺利辞职，没有闹的。我觉得那一次我才更加坚定要跟茶在一起。这个是今年很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在喝茶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可以促成很多美好的事情，避免了一些纷争。喝茶的瞬间永远都是美好的，几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会失手，不会因为茶而失手，却可能会因为赌牌，或因为什么喝酒
现在人就是这样，酒品不好，什么酒品不好不喝啊，怎么样？说让他喝他不喝什么什么的。茶就是让你现在不喝，可等一等下一泡再喝，没有人会挑剔。茶就是一个很包容、很美好的这种一个事情。对，而且就您刚才有提到嘛，就其实，我们去拜访到一家公司，就是公司的这个看起来就是说他位阶更高一点，就比如说他是老总，或者是他是高管，他会愿意来泡这壶茶，然后给客人或者是给员工喝。那我就觉得他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谦卑的一个表现。阿姨为我泡茶，我年龄更小相对来说我的资历更浅，那阿姨愿意为我倒茶的时候，那一刻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拉得很近。对，就觉得很温暖。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喝茶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今天特别能够学到的一个新的，可能它也是商业上一个很重要的谈判的一个策略，也很重要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方法。那你想一想啊，一杯茶，从茶叶开始种，采下来，然后做成茶，然后那一段我们就制茶的过程我们就不提了。然后呢，我们这些喝茶的人去买茶，然后把那个茶拿回来，然后我们呢为茶这个铺陈了许多的茶器，这些茶器用到我们的精力啊、钱财啊什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我与你喝这杯茶的瞬间的付出嘛。那这些付出，喝茶的人要懂。所谓的茶友，就是那些茶友都读懂后面的东西，因为他看到你的所有这为茶而付出的。那有些人现在就觉得呢，玩这些东西呢是花钱炫富，然后呢他把这些东西呢都给丑化了，实际上它是存在这现象，而真正的茶人呢，他会真的去挑选适合他的、他喜欢的。因为茶席真的就是在方寸之间呈现大自然的美好，真的就是山水河流相见，然后呢，这种大自然的味道，就是，所以就算是年轻人，不一定要花很高的价钱去买一个大师的作品，就是虽然它非常的完美，但是年轻人他还是可以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买到一个适合他本身的一个喝茶的器具，所有的器具都能感动你。那有一种理论就是说，单纯啦，喝茶就好了，没那么复杂了，没问题，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毕竟你还是要用一个东西去喝水。那如果现在世界上有那些爱生活的人，创造出真的是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去试图享受一下，去寻找一下？真的它美在哪里？实际上我觉得每个人为美而付出一点代价。我一年拿出多少预算，为我的这个生活装点一点，这是很必要。我觉得是茶器，对自己。我觉得夫妻间要有这个修行课的，因为有些年轻人，那小夫妻或者谈恋爱的大学生到我们的店里，然后我们就会聊2个小时。然后我就会把这些观念就跟他们聊，他们就觉得就是可能对我今后都很有帮助。就是人要为美做一点事，人要为你的自己的手下的这杯茶汤要负点责。特别是台湾，因为它是真的是把茶的制作技术，把茶的这个精髓都提炼出来了，把那个技术也提高到非常好的高的程度。而台湾人的那种敬业态度，还有那种工匠精神，我确实是从茶汤当中读到看到的。这个人家不管是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优点缺点，但在茶这件事上，我们真的是必须要高度赞美台湾。所以这也是我可能离开台湾最舍不得的一个事情。茶。那像景德镇的瓷器怎么样？因为以前我听了很多，就是景德镇的瓷器很好。景德镇啊，作为我秀儿，我根本没有资格说这是我们的瑰宝。我也没去过景德镇。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台湾的很多做陶的人都到景德镇去烧窑，用他们的设计去烧。你看这都是景德镇做的。
用我们的这个设计者的思想融入到这里。我们一边做一边说吧，我得做饺子了。哎呀。